你好呀，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。今年6月初，它剛衝上495美元的歷史新高，第二天一根大陰線，單日暴跌 12.6%， 一天之內幾千億市值說沒就沒。但你猜怎麼着？砸成這樣，45家華爾街券商到現在還齊刷刷的掛着強力買入。這家公司就是博通，這一輪 AI 浪潮裡最硬的賣產人之一，專門給谷歌、Meta 這些雲巨頭定制 AI 芯片。毛利率高達 76%， 股東回報率 ROE 37%， 這中間的錯位藏着這只股票現在所有的機會和風險。我把它的技術面、估值、基本面還有多空3種情景都仔細捋了一遍，今天直接把結論說給你聽。我現在對博通的判斷是增持，但要分批，別追高。至於為什麼這麼看，想買該在哪兒買，風險又在哪裡，後面一一展開。先說說博通這門生意，它有2塊引擎。第一塊是 AI 定制芯片，雲巨頭們不想什麼都靠英偉達，就找博通幫他們量身定制自家的 AI 芯片。第二塊是網絡交換芯片， AI 訓練要把成千上萬塊 GPU 連成一張網，數據在中間高速跑，博通賣的就是這張網的交通樞紐，再加上前2年花大價錢收購來的 VMware 軟件業務，生意好歸好，市場對它的預期已經被堆得很高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，看懂它們，你就能看懂這只股票現在最微妙的地方。第一，預期市盈率大概在40倍，這個價格怎麼都算不上便宜。第二，營收同比增長 47.9%， 這麼大體量的公司還能有近 50% 的增速，非常誇張，說明 AI 芯片的需求加上 VMware 併表是實打實兌現到報表上了。第三，盈利同比增長 85.4%， 賺錢的速度比營收還快，利潤在加速往上蹦，這是典型的規模效應加成本控制。第四，分析師給的目標價均值是523美元，45家機構覆蓋，評級強力買入，相對現在400美元還有大約 31% 的上行空間。博通最新價格是 399.97 美元，當天幾乎平收，微跌 0.3%。 回看過去52周，這只股票最低到過 269.58 美元，最高衝到495美元，一年下來漲了大約 46%， 當前價格從最高點回落了 19%， 正處在暴漲之後的高位回調裡。再看走勢的幾個節點，去年7月股價還在 269.58 美元的低位，那是這一年的起漲點，到今年6月3日衝上495美元的歷史新高。緊接着6月4日一根大陰線，單日暴跌 12.6%， 夾到419美元，典型的財報後利好出盡，疊加高位獲利了結，到7月2日進一步探底到 360.45 美元，這是本輪調整的低點，短線情緒和 RSI 都觸了底，然後就是最近這波反彈，收回到 399.97 美元。接下來聊聊這只股票的估值，先給結論，博通是那種典型的一流的公司，配着一流的價格，生意挑不出毛病，但價格真的不便宜。你可能会看到它的滾動市盈率高達 66.7 倍，但博通為了收購 VMware， 賬上背了巨額的收購攤銷，這筆非現金的開支把它的賬面利潤壓得很低，所以這個66倍是被做低的利潤撐出來的虛高。如果剔除這些一次性攤銷，用市場更認的非 GAAP 口徑去算，預期市盈率大概是40倍，對一家還在高速成長的公司來說不算離譜，但也絕對談不上便宜。再看一個指標 PEG 大概是 0.45， 低於1，企業價值除以營收是46倍，把資本結構的差異也剔掉之後，依然處在很高的位置，說明市場對它成長性的預期已經打得非常滿了。那當前定價的風險是什麼？說白了，市場已經把 AI 會持續高增長這件事充分的，甚至有點提前的计入了價格。所以真正要防的不是公司變差，而是增長的斜率變緩。只要 AI 的資本開支稍微降個速，或者哪個大客戶開始自己搞芯片，這麼高的估值就很容易被殺下来。財務這塊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亮點是真的耀眼，毛利率 76.3%， 經營利潤率 49%， 淨利率 38.8%， 這個賺錢能力放在整個半導體行業裡都是頂尖的。
營收一年做到755億美元，還在以近50%的速度增長，自由現金流有272億美元，妥妥的現金奶牛，養得起大手筆的分紅和回購。ROE 是37.3%，用杜邦分析把它拆開看，博通這個高回報主要是靠38.8%的高淨利率撐起來的，是實打實的盈利驅動。淨負債大概在450億美元，槓桿用的不算輕，這是它和那些零負債白馬的一個區別，利率環境對它是有影響的。另外，它的貝塔值是 1.46， 波動比大盤大不少，漲得猛，跌得也狠。問題也很實在，就3點：一是貴，前面反覆講了，估值已經打滿，任何風吹草動帶來的回撤都會很凶，它從高點跌19%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二是客戶高度集中，它的定制 AI 芯片本質上是綁在少數那麼幾家雲巨頭身上的，哪天丟了一個大單，或者客戶轉投自己研發，都是實打實的傷害。三是 AI 本身的周期性，現在正是算力军備竞賽打得最凶的時候，而所有的軍備競赛都有降溫的那一天。我基于公開信息，把博通未來的走向梳理成了3種情景。多頭情景，概率我估 35%， 目標價520到600美元。觸發條件是 AI 定制芯片的訂單繼續放量，再落地1-2家新的雲巨頭大客戶，賣方523美元的目標價不但兌現，還被往上修，股價重新走回強勢主升。基礎情形，概率 45%， 也是我認為最可能的一條路徑，目標價400到470美元，也就是業績仍然高增長，但增速溫和放緩，估值在高位寬幅震盪慢慢消化，跟着整個 AI 板塊同步波動，然後站穩均線上方，一步一步往上抬。空頭情景概率 20%， 目標價300到350美元。觸發條件是 AI 的資本開支明顯降溫，或者核心大客戶轉向自研替代，市場開始殺它這種高估值成長股的市盈率，股價跌破360美元的前期低點。把這3種情景按概率加权算一下，期望值大概在448美元。你會發現博通現在這個位置，牛熊兩邊的賠率其實是比較對稱的，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節奏比衝動更重要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目標價我放在400到470美元這個區間，樂觀一點看到520美元。目標買入區間我會放在360到380美元。為什麼是這兒？因為現在400美元是剛從坑裡反彈上來，均線還沒金叉，這一值又衝破100，短線過熱的時候，這個位置追進去很容易正好吃一口回調。而360美元是前期這波調整的低點，附近又疊着布林帶的中軌，是一個比較實在的支撐，在那兒接，安全邊際會好很多。萬一跌破340美元，而且 RSI 掉到30以下，再考慮最後一筆。如果是右側加倉追趨勢，我看2個信號，一個是 MACD 重新翻正走出金叉，一個是 EMA 12重新上穿 EMA 26，這2個條件同時滿足，才說明短線的趨勢真正轉強了。那時候再加倉，勝率會高得多。總結一句話，博通是這一輪 AI 裡頂級的賣產人，長期的確定性很高，但你現在買的不是這份漂亮的財報，而是 AI 的高增長還能走多遠，以及這麼貴的估值能不能被消化，這2個賭注。現在這個位置更適合分批慢慢接，而不是追。如果你也在研究博通或者 AI 芯片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